直播恋综，面对粉了5年的当红偶像，我笑着装乖。我从来不喝酒，不喜欢酒精的味道。顶流闺蜜声音颤抖，闭眼深呼吸。出道10年，尹后第一次在镜头面前失去表情管理。最后我相亲失败，靠着和沈星的 cut 火爆全网。网友辣评：他是真的爱我，哭死。我是娱乐圈著名的黑红女星，当我官宣参加近期大热的直播恋综时，几乎是被全网群嘲。暴走星星，蹭姐，退。他怎么敢的呀？和沈星参加同一档节目，还艳压沈星，我只能说这很难评。弹幕刷屏的当红女顶流沈星是我的好闺蜜，不过我俩常常买艳压对方的通稿，所以全网都认为我们不合。我自知咖位不够，默默站到了队伍的角落。有请第4位女嘉宾沈星。主持人的话音刚落，沈星就戴着墨镜悠哉地出现在镜头中，直接忽视众人给她留出来的 C 位，径直站到了我旁边。随着她这一举动，镜头的焦点也随之聚集在我旁边。早占据 C 位两侧的清纯小白花和性感御姐几乎是同时狠狠瞪了我一眼。我站在沈星头下的阴影里，默默挺直了腰杆。有闺蜜撑腰的感觉就是爽啊！星星好美，又是为姐姐疯狂心动的一天。这姐旁边可不兴站啊！你们这里粉丝撕破天，说不定你家正主和别人是好着呢。没有人发现顾周和沈星站在一起，脸一点没输吗？这姐俩站一起简直就是颜狗的盛宴啊！嘉宾到齐，在自我介绍后，主持人让我们2人一组，自行解决今天的晚饭。4女3男，那就意味着肯定有一个人会落单。看着被围得严实的沈星，我默默转头寻找组队目标。毕竟他现在风头正盛，给节目组带来了足够的热度。聪明人都知道，和他在一起就能有足够的镜头。像个王八一样伸长了脖子看什么呢？想要的不自己主动争取，等着别人来找你呢？咬牙切齿的声音穿过人群，来到我身后。我手尖一暖，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已经被沈星牵住了。伸长了脖子的王八，凌霄你，顾周好像个小媳妇，哈哈哈！他耍大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感觉他人挺好的呀。牵手了，他们牵手了。楼上的，说不定这部综艺就是为了洗白蹭姐，真是委屈我们家星星了。节目组原本打算男女组队，这样落单一个女生，为节目组增加噱头。没想到沈星不按常理出牌，节目组的计划是落空了，但是噱头还是有的。2个男生1队，女生2队，剩一个 rapper 在旁边尴尬的搓手，恨不得马上 freestyle 一段 diss 节目组。我猜你们2个女生没什么力气，肯定需要个男生来帮你们干体力活，脏辫 rapper 尝试推销自己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沈星礼貌拒绝，黑色的墨镜几乎遮住他半张脸，让人看不清楚他的表情。这么重的食材，你们2个女生肯定拿不动，要不考虑我呗？2个女生在一起有什么意思？那哥们还在坚持，试图打动沈星。说话期间，头还朝食材的方向努了努，表示我们真的很需要他。我松开沈星的手，单手拎起食材，回眸道：“走吧。”沈星低头，墨镜微微下滑，卡在鼻梁上，露出他略带鄙视的眼神。2个女生在一起，有意思的事情可多了去了。这哥到底在干什么呀？求求你别说了，我尴尬症都快犯了。天哪，星星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还是个宝宝。只有我一个人的注意力在顾周手上吗？那一大包东西，他一只手就拎起来了。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是我尊贵的严选会员不能知道的？走进节目组分的房间，我将手上装有食材的口袋往台子上一甩，和平常一样自觉开始摘菜洗菜。沈星连墨镜都没摘，就跑到我身边加入劳动。他们怎么一句话都没说？不会刚刚真是演的吧？这顾周家的背景到底有多大，能让沈星陪他作秀来捧他？沈星现在是装都不愿意装一下了。沈星全程冷脸，估计是装不下去了吧。当然弹幕上那些话我看不见，我只是专心的摘菜洗菜。沈星掌勺，桌上全是我喜欢的菜。好龟龟一生一起走，酒足饭饱就到了发送心动信号环节。为了保留神秘感，让观众猜不到故事的走向，节目组会隐藏发信息的人和信息的内容，而作为收信人也只能看到信的内容，看不到发信人。等到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，再回过头来看这些日子的心路历程，或许别有一番感慨。我现在被全网黑得厉害，几乎没人想来沾边。我原本已经打算挂空档了，没想到收到了一封心动来信。哟，收到信了！沈星敷着面膜从洗手间走出来，眼神悄悄往我手机上瞟，一副很好奇的样子。我默默将手机往怀里藏了藏，并表示节目组规定保密，简而言之就是不给你看。切，你让我看，我还不稀罕。沈星瘪嘴走了，洗干净了脸，眼冒金光地看着我。一个房间2张床，沈星极其不自觉地钻进了我的被窝。就刚刚那个一头麻花辫那个，还想插足我们的2人生活，我呸！
姐就是不带他玩。沈星一边涂身体乳一边唠闲话。那个叫脏辫，我默默纠正。看见他刚才那副样子没有，根本玩不起，找男朋友千万不能找他这样的。沈星对着我苦口婆心地教育道，凡事要多留一个心眼，别傻乎乎的又被男人骗。我什么时候被男人骗过？都是我骗他们好不好？就姐这脸这身材，不要诋毁姐的形象，姐可不是恋爱脑。我挺直胸脯开始放飞自我，在好闺蜜面前谁还装啊？没看到？不信？沈星默默伸出魔掌。打闹一会后，我下床关灯，黑夜里专属于摄像机的红色小点异常闪耀。啊！宿舍同时爆发出我们俩的尖叫声。当晚某博词条刷屏：井号沈星顾周，井号沈星一头麻花辫，井号姐妹夜谈，井号顾周身材，井号因为此次事件影响太过严重，我的经纪人专门找关系交代了我几句。总结一下就是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别说。最好是能找到机会跟小麻花辫真心实意地道个歉，因为过于警惕，第二天整个活动过程我的话都很少。小脏辫好像知道了我俩背后说他坏话，对我的态度很不好，不是翻白眼就是鼻息出气，十分轻蔑地朝我轻哼。但仅限于我，他对沈星依旧热情，即使沈星鸟都不鸟他。可能这就是红跟不红的区别，娱乐圈就是这么势利。终于在收到今天第32个白眼的时候，我忍不住了，问了他一句：“你是不是喜欢看人间烟火？”小脏变得脸红了白，白了青，青了紫，到底没说出一句反驳的话来。如果说这之前 rapper 哥还是暗地里针对，这之后 rapper 就直接将对我的讨厌摆到明面上来了。合作做任务，我手都没挺过，他却在镜头面前说我精明，只知道捡轻松的活干。我和沈星说一句话，他就阴阳怪气，说我谁红跟谁玩。我肚子饿了，捻了一颗桌上的水果糖。他说现在的女艺人都不用注重身材管理的吗？我1.7米的身高，95斤的体重，吃颗糖怎么了？他触碰到我的逆鳞了，我是真的生气了，我当时就又往嘴里塞了颗糖。rapper 哥在客厅左摸摸右看看，他的悠闲和厨房的忙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直到我们把菜端到桌子上，他才一屁股坐到中间位置。这哥到底在干什么？有没有人管他？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顾周脾气算好的了，是我已经一巴掌扣他头上了。你小小年纪是怎么忍得了的？我就问你是怎么忍得了的？怎么会有人什么都不干还坐中间的呀？到底是谁给他的脸啊？ rapper 我只信曾毅，弹幕的讨伐 rapper 全然不知。他看桌上的菜品丰富，提议喝点，然后就去卧室搬了2箱啤酒。开始气氛还是挺正常的，大家相互介绍自己，不知怎么聊着聊着就聊到上学，接着就开始聊学历。我当时高考可是考了400多分，要是跟你们一样走一体的话，说不定能上 A 大。 rapper 一脸自豪道，怪不得要把话题往这上面引呢，原来是有的吹呀。我低头吃饭，坚决将多吃少说贯彻到底。没想到有人偏偏要点我。 rapper 哥仰着头鼻息看我，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。顾周是什么大学啊？我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了清纯小白花和性感御姐，我这嘴都还没张，他俩就一个劲的踩我。我们这些混娱乐圈的都是些成绩差的，哪里能和哥您比呢？这句话可是把 rapper 哥捧高兴了，笑得逗号眼都快没了。但他依旧不放过。顾周，你读的什么大学啊？大家都差不多，我们又不会笑你。我慢慢咀嚼着口中的食物，优雅擦嘴后放下手里的餐具。A 大，是的，就是你差200来分的那所学校。rapper 哥的笑容僵在脸上，震惊、懊悔、怀疑几种情绪同时出现在他脸上，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表情。我仔细观察，默默记下表情细节。A 大艺术系的分低，不过能考上也算你运气好。rapper 哥默默给自己搭了梯子，准备顺着往下爬。A 大经管学院，我一刀就把他梯子砍了。招生办的老师求着我去的。这么大的口气，招生办的老师求着你去，你是状元啊。rapper 轻蔑的眼神和语气都在告诉我，他不信。不然呢？ rapper 哥是不敢说话了，其他男嘉宾赶紧出来打圆场。rapper 默默地叨叨了一句，状元还来混娱乐圈。我默默扒拉碗里的食物， rapper 哥针对我的时候，他们可是一句话都没说。男嘉宾都有点下头，感觉一伙人欺负人家一个小姑娘。蹭姐真的是 A 大经管学院的，这妖牛。刚刚查了，顾周确实是 A 大的，16年的高考状元，我何德何能骂了状元3年。好像某贴有人报过，这姐当时本硕博连读，24岁博士毕业，被星探挖掘出道就被我们骂。周姐，你是我唯一的姐。永远对高学历的人带有滤镜，这样看起来顾周也还是蛮漂亮的。犯过3巡 rapper 也喝上头了，开始给我敬酒。我摆摆手表示自己不喜欢喝酒。你不喝就是不给哥面子，你 A 大的看不起我们是不是？大家都喝了，就你喝不了。这么多人，别扫兴哈。听着他步步紧逼的话，我欲拒还迎道：哥，我真的不会喝酒，我一喝酒就晕。
少废话，喝不喝？男人拿出劝酒那套架势。我在心中冷笑，端起桌上的酒杯，他落我手里了。看我端起杯子 ，rapper 哥和其他男嘉宾暗中撞了撞肩膀，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。接下来就是几人轮番敬我酒，这是白天失利，想在酒桌上找场子。沈星默不作声地将凳子挪远了些，生怕溅他一身血。他们的眼神逐渐迷离，其他人该趴的都趴下了，只有 rapper 哥看我摇摇欲坠，还在坚持。一杯接一杯的酒下肚，终于 rapper 哥忍不住了，干呕一声就往厕所里冲。rapper 哥已经在厕所吐了3轮了，我守在门口，他一出门我就迎上去，将他斟满酒的杯子塞进他手里。哥，白天的事是我不对，妹妹再敬你一杯，给你赔罪。rapper 哥推开酒杯，看我跟看什么洪水猛兽似的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哥，别走啊，哥，再喝2口啊！我拉住 rapper 哥的衣角 ，rapper 哥疯狂挣脱后，连滚带爬的跑了，直到看不见 rapper 哥的身影，我才垂眸和沈星对视。一袭黑色长裙的他朝我优雅地晃了晃手上的酒杯。我隔空与他碰杯，一口抿干。和老娘比喝酒，老娘喝酒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在哪里玩泥巴呢。他到底喝了多少？他看着看着都要醉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没醉？他是故意的，他在装。尖叫尖叫，好喜欢这种反差感。姐姐缺不缺女朋友？沈星好像很了解他的样子，这是在暗头磕 CP 吗？这姐喝这么多都没有感觉的吗？昨晚上那顿酒把 rapper 哥治的那叫一个服服帖帖，现在见到我都得立正敬礼，再叫声姐。由于昨天大多数嘉宾都喝醉了，今天的活动推迟到了晚上。作为罪魁祸首，我看天看地就是不看导演幽怨的眼神。晚上的活动是欢迎新来的男嘉宾，3男4女的搭配总是不均衡的。新来一个男嘉宾，既能打破固有的暧昧，带来无限可能，也能给节目带来更多的噱头。更何况来的还是顶流顾城。大家好，我是顾城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僵硬的抬眸，脸也在瞬间爆红。顾城因为一部仙侠剧爆火，跻身流量，也是我喜欢了整整5年的男人。整晚我的目光都放在顾城身上，满心都是见到偶像的欢喜。顾周看顾城时，眼睛里有光。我敢保证，顾周喜欢顾城，他看顾城的眼神和我看 Crush 的一样。救命！我的星洲 CP 要憋了吗？楼上的 CP 可以冷门，但是不能邪门。一晚上，我的目光几乎都是随顾城所动。收起你那副不值钱的样子，人都走了好久了。沈星一脸恨铁不成钢道：“我当时为什么被骗进娱乐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我坦然道：“我好像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。这姐俩是一点不把我们当外人啊！”抱走顾城，蹭姐别来沾边。退，我们成哥只是新剧要上了，来混点热度，别逮着谁都想蹭。你有粉看你家哥哥参加恋综，真的不会有被背叛的感觉吗？没有恶意，纯属好奇。你有粉别看，楼上恶评。第二天，节目组的意思是，除了顾城是新来的，大家都相处这么久了，谁对谁有意思应该很明显了，大家可以自行组织一场心动约会，让感情更进一步。而沈星作为人气第一，拥有特权，他想和谁一起约会，对方都不能拒绝。这对于我来说，不就瞌睡来了送枕头吗？我脚尖画圈，踌躇着不敢上前。娘们唧唧的在这里干什么呢？你不让我上了呀！在沈星的逼迫下，我勇敢迈出了第一步，幸好顾城同意了。我安排好西餐厅，顾城采访中说过，他比较喜欢吃西餐。到达餐厅，我一脸无语的看着身侧的沈星。好家伙，拒绝了对他示好的男嘉宾，非要和我们俩一起约会，偏偏他有特权，还不能拒绝，笑死我了！星星的眼睛在顾城和顾周之间来回扫视。星星，看你们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干什么坏事？星星，不带我玩，想都不要想。这些可以吗？我看你采访你说的，好像你比较喜欢这些。我将勾画好的菜单递给顾城，我一直低着头，没注意到顾城眼里的玩味。一声有心了，就让我暗自激动了半晌。听说顾小姐是我的粉丝，饭桌上过于沉寂，顾城主动挑起话题。你当时演的《古剑风云》，我可喜欢了。我认真答道，少年侠气搭配俊朗的五官，很难让人不喜欢。那已经有快5年了。顾城笑道，斟了一些红酒递给我。周，要不要喝点？不，我不喝酒，我不太喜欢酒味。你说是不是啊，沈星？我连忙摆手。是的，他这人就不爱喝酒，怎么劝都没有用。沈星闭眼深呼吸，声音颤抖着，断断续续，很努力地说这句话。那个喝趴 rapper 哥的是谁？什么是真的？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的？我们家星星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感觉沈星下一秒就要笑出来了。救命！上课笑出猪叫。哦，顾城挑眉，眼中闪过一丝兴味。周上学的时候，应该是老师眼中的3好学生吧？我有点好奇，好学生上学的时候谈不谈恋爱呀？
没有，我当时光顾着学习了，那时候单纯的很，压根不知道这些。我眼神示意沈星快帮我说几句好话。沈星，我不知道是和谁在酒吧认识的。有个姐妹一边蹦一边摸男模腹肌。沈星皱眉蹙额，抬头眨眼，努力拿出自己的专业素养。是我们周周可单纯了，都没怎么谈过恋爱。我好像记得沈星骂他恋爱脑来着，这姐当时说的是都是我骗他们。感觉沈星下一秒就要绝过去了。怎么会这么好笑？星星真的可爱死了。那顾小姐当时是怎么分手的呢？顾城似乎来了兴趣，锲而不舍地追问道。当时太老实了，被男人骗了。我道，不是我想撒谎，是实在不知道他想问哪一个。沈星颤抖，喝水，呛道，猛咳，用尽全力掩饰自己的表情。这还是第一次看他这么努力。顾小姐还真是清新脱俗。顾城咬着这4个字，似有深意。整顿饭下来，顾城看着我的眼神都充满欣赏。本来我以为甜甜的爱情终于要轮到我了。一张房卡塞打破了我的幻想。是不是处女？顾城盯着我，眼神灼灼。我快如鼓点的心跳慢慢趋于平静，满腔热情也失了温度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手上的房卡仿佛在嘲笑我的愚蠢，居然粉了个这种货色。看来人设这种东西根本不能信，有的人台上是人，台下是畜生。节目还要录1个月，顾小姐不想试试吗？万一我们很合拍呢？顾城扯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，之前让我为之尖叫疯狂的脸，现在怎么看怎么恶心。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。我将房卡塞回顾城手里，我就当自己眼下心忙，追他的那几年时间为了狗吧。我知道你是我粉丝，这可是和我亲密接触的好机会。顾城一脸猥琐地将门卡重新塞回我手里，似乎不达目的不放弃。你放心，不会让我的小粉丝失望的。说完，顾城还象征性地顶了顶胯。老天爷啊，我上辈子是造什么孽啊？粉了个这个玩意，不是第一次了吧？我看着树顶缝隙里透出来的一点红光，眼神冰冷。救命！我看到了什么？我的眼睛！这人这么恶心的吗？突然有点心疼蹭姐了，这都是什么玩意啊？天啊，果然娱乐圈都是人设，这纯是他防了吧？我粉了顾城5年，我现在心情有些复杂。快去看，快去看！已经有站姐脱粉了，并表示明天要爆顾城黑料。他以为在场地外找个无人的树林，就不会让人知道他的龌龊心思。谁料到节目组无所不用其极，居然在树上还藏摄像头。什么第一次？睡粉啊！我冷冷道。这是粉丝福利。顾城摇头，一脸正经地强调道。合着他还以为自己的做法没什么问题。机会放在你眼前，要知道珍惜。顾城目光赤裸地在我身上上下扫视，停留在身材凹凸处。我在圈里混了这么久了，还是有点人脉的。这样吧，下一部戏我推荐你演女主角，行了吧？你这叫福利。我压下心头不爽，学着他的样子，将他上下扫视一番，最后停在他两腿之间。抱歉，不敢苟同。我的个妈呀，这姐这么刚了吗？不得不说，我爽了。这姐是真敢说啊，这不纯 mad。哈哈哈 ，mad 口红风评受害。顾城一张脸气得发红。听你这话的意思，早被人睡烂了吧？还说自己没谈过恋爱，装什么装？我承认我是谈过恋爱，但我所有的行为都水到渠成，不像你。我冷笑一声，眼睛向下一扫，什么都吃得下去。我冷哼一声，转头就走，任由他在身后破防，用各种侮辱性的语言对我谩骂攻击。已经让观众看到顾城是个怎样的人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，没有必要再和他纠缠下去，折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。我倒是夜好眠，有的人可就睡不着了。昨天我和顾城的谈话原本的被直播了出去，一旦激起千层浪，瞬间冲上热搜。顾城的 WB 已经被热心网友冲爆了，之前被顾城欺负过的女孩子出来写小作文锤他。开始还有粉丝嘴硬，说爆料人都是为了火，捏造是非没有下线，并表示等公司反应过来就要让他付出代价了。结果人家直接甩照片出来锤他，图片中的顾城光着上半身，张嘴睡得正香，拍照的角度明显就是枕边人。恭喜顾城粉丝求锤的锤，快骂呀！我还想看更多的。都这样了，还有粉丝洗呢？又是一个张嘴睡觉的。顾城公司开始紧急公关，这些年顾城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收益，他们也不想放弃这棵摇钱树。没想到他们公关的手段是往女生身上泼脏水。他们先是凭空捏造出是我主动邀请顾城共度良宵，结果中途突然反悔，引诱顾城说出这些话，以达到炒作的目的。接着又说发帖的女生是拿了我的钱，买了大量的营销号，造谣我们两个女生私生活不检点。一时间，之前被网友怼得钻进地里的顾城粉丝重新钻了出来，挺直了腰杆，扬眉吐气，在我的评论区肆意发泄。顾周怎么这么恶心啊？倒贴不成就造谣，这姐从小怕是没爹妈教育吧？
得不到就毁掉，这女人真狠。为了火没下线吧？你怎么不去死啊？顾周滚出娱乐圈，这姐还没被封杀呢。我承认顾城只有点问题，但顾周也不是什么好鸟。顾周是一路睡上来的吧？他能参加这节目，不会也是他这次炒作也有节目组的配合吧？细思极恐啊，家人们！在顾城公司水军的刻意引导下，我的 WB 很快沦陷，一打开就是99加的评论，私信更是五花八门的谩骂。女生知道什么话打在女生身上最痛，在他们的捏造下，我已经成了娱乐圈有名的交际花了。我闭眼深呼吸，截图保留证据，联系律师发声明，骂得最凶的几个全都榜上有名。有些人听到风声开始删屏删号，我直接贴出我的截图，并表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这姐疯了吧？逮人就咬，维权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吗？你没做过，你心虚什么？呦，还会告人了？我就在这里等你告。发声明吓人，谁不会啊？没过几天，一个小孩在网上声泪俱下的道歉，他身后露出一只抓着扫帚的手。这时候顾城又找到我，他的眼神轻蔑，满是不屑，好像再说不就是为了点钱吗？这卡里有500万，你拿了钱发篇声明，将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在娱乐圈已经混不下去了吧？在这个圈子里，我是老人，我只要打打招呼就能捏死你。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拿着钱退圈，找个老实人嫁了，别赔了夫人又折兵。顾城将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，贴着桌面朝我的方向推了推。你现在这个情况估计有些难找，有时候将就得了。拿着你这破钱滚！沈星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，将我扯到身后，抓起桌上的银行卡，狠狠朝着顾城脸上砸。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银行卡的边角打在顾城脸上，打下一道口子。500万留着给你自己买药吃吧。你这个疯婆子！顾城推开桌子，猛地起身，多管什么闲事？你信不信老子一句话就让你干不下去？顾城指着沈星，眼眶通红，情绪激动的样子十分骇人，和他苦心经营的谦谦有礼的贵公子形象完全判若两人。怎么让我干不下去？靠男人吗？沈星将我拉到身后，像护小鸡仔一样护着我。其实业内早就传闻，顾城之所以这些年能混得这么好，是因为他的金主是飞鸟娱乐的男老板。他的服务让老板很喜欢，所以他才能作威作福这么多年。只不过我当时以为只是传闻，现在想起来可能是真的。你他妈欠打是不是？顾城举起拳头朝沈星狠狠地砸来。沈星忍痛捂住被打中的肩膀，满口脏话，还打女人，简直不要太坏。我抓起板凳，对准顾城的手腕狠狠砸下去。顾城捂着手腕坐在地上惨叫。趁顾城吃痛之际，我掏出手机打通飞鸟娱乐老总的电话。我打开扩音，让顾城听得到电话另一头的声音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顾城立刻安静下来。喂，是顾小姐吗？你可算是联系我了。你不知道等你这通电话我等了多久。顾城金主的声音充满谄媚。我要你将顾城的所作所为都公之于众，否则我就将手上的股份全都卖给你弟弟。你弟弟现在想夺权，对吧？我低声威胁。你应该知道10%的股份对飞鸟娱乐意味着什么吧？我的声音很有辨识度。电话那头愣了一瞬，接着才用有些干涩的声音问道：你是顾周？不然呢？我劝你动作放快点，不然我下一个电话就是打给你弟弟了。我冷声道：别，顾小姐，别着急啊。顾城惹了你，我当然二话不说帮你出气了。男人的语气里满是讨好，对于他来说，顾城不过是个玩物，而我手上10%的股份却是悬在他顶上的利剑，孰轻孰重，他自然分得清。他的动作很快，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，飞鸟娱乐的声明就出来了，痛斥旗下艺人行为不检点，表示公司才知情，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一时间风头再次逆转，虽然我的评论区仍有不少谩骂的声音，但大部分理智的网友都表示支持我。不少被顾城伤害的女孩勇敢站出来，说出了自己的故事，其中还有未成年人，居然还有人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发生的。在多方帮助下，他们对顾城进行起诉。等待顾城的估计是缝纫机踩冒烟的结局。处理完一切，我优雅地嘬了一口手上的多肉葡萄，看着沈星满眼的震惊，勾唇一笑：你以为我那么多年的书是白读的吗？娱乐圈只是我的副业，副业不赚钱。好啊，顾周，你发财不带我是不是？沈星痛心疾首地往我身上捶，冤枉啊！我年前是不是让你买某某来着？你自己说你的钱都是用来买包包的，不搞这些有风险的东西。我举手叫冤。沈星站在原地，抬眸仔细回忆了一番，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。他满脸痛苦，不停摇头。你赚了多少？我面带不忍。没多少，800多万。沈星嚎啕大哭。顾城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，节目组扛不住压力，停播了几个月。后面顾城锒铛入狱，事情算是解决了，节目又恢复录制。
rapper 哥看我都是缩着脖子，一副小心翼翼，生怕得罪了我的样子。我收拾顾城那件事，不知道是谁传了出去，并添油加醋，传得神乎其神。我看向当时的在场人员，沈某正背着从我这里坑来的爱马 X， 笑得一脸艳足。听说顾周每次惹星星生气了，就会买一个包包哄他，怪不得沈星最近换包换得这么频繁。沈星，你怎么笑得这么小女人啊？不行啊，我磕的 CP 不能反过来了呀。好甜想磕，我的闺蜜什么时候能暴富啊？我闺蜜说没钱，我打了她3拳，她还是说没钱，一直到最后一期节目，我都没有暧昧对象。网上我和沈星的视频倒是剪辑了一大堆，视频里我们是离婚有娃了。星洲 CP 越来越火，甚至经纪人都来问我是不是真的，简直离谱。最后一期，节目组公开了之前的心动来信，看着我名下一封封来自沈星的心动来信，我面上并无震惊，就像早就知道一般。你早知道，沈星伸长脖子，瞳孔地震。你但凡打一个逗号，我都会有别的想法。我无奈道，哈哈哈。星星上次给粉丝写的小作文也是一个逗号都没有，看得我都快累死了。真的，我哭死。星洲 CP 就是真的，怎么感觉顾周眼里满满宠溺？我心甜看什么都甜。心动来信公布完，就是表白环节了。我坐在板凳上，看着旁边不情不愿的俩队，想笑又不好笑。本来我们这个节目是一对都没成的，节目组觉得影响不好，只好花钱让他们4个演戏。演2个月，后面和平分手就行了。但是你拉 CP 也拉好一点吧。小白花和 rapper 哥曾经强烈表示过他喜欢的是成熟姐姐型，现在人家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。性感御姐和成熟大叔想找一个比自己小一点的，方便自己宠。性感御姐也表示过自己的对象没有一个是超过24岁的，他们互相嫌对方太老了。不是节目组，你一对没成就没成吧，我又不会笑你。周周的嘴角比 AKA 都难压，怎么一点粉红泡泡都没有啊？你让我怎么磕？节目组好惨，我好想笑。导演，我这是恋综，不是娱乐大事件。节目结束2个月整，合同一到期，那2对就迫不及待的一前一后官宣分手，是1秒钟都不想多忍。观众也很大度，表示可以理解。我呢，靠着节目带来的热度，片约不断，也爆了几部剧。最近粉上了一个刚出道的男团成员，长得奶乎乎的，听说他要演风雪路，我准备去面试看有没有机会演他吧。沈星呢，还是那么红，只不过他现在多了一项爱好，跟着我投资，我买啥他买啥。现在每个月的分红比他片酬都高，他也实现了财务自由。他高兴了买包，生气了买包，无聊了还是买包。至于顾城嘛，我转了转手上的圆珠笔，说不定这就有他一份苦力呢。